你有没有遇到过花不死不活一直不长的情况？你有没有遇到过花怎么都不肯开花的情况？你有没有遇到过扦插时一直不生根的情况？你有没有遇到过盆栽养了很久，但根系稀稀落落又细又少的情况？这些问题究其根本就是因为根没养好。养根除了需要过硬的养护技巧外，还需要一种利器，那就是生根剂。用了生根剂后，会让你的花叶更绿，花更多，根更旺。今天花花分享几种自制生根剂的方法，在家不花1分钱，简单就能做出来效果100分的生根剂。苏打水。小苏打是一种多功能的养花利器，它不仅可以作为生根剂使用，还具有抑菌消毒的作用，能够预防细菌、真菌感染引起的花卉疾病。在种植月季、龟背竹、发财树、绿萝、吊兰、虎皮兰等花卉时，小苏打都是不二之选。用小苏打制作生根剂也非常简单，容器里放入适量的温水，通常建议每升水中加入小苏打粉末约1/4到1/2茶匙，但一般来说0.3%的小苏打溶液是一个常用的浓度，也就是说半茶匙的小苏打放入1升的水，然后充分搅拌，直至小苏打完全溶解。溶解好的小苏打水就可以用来浇水，或者放进喷壶里面喷洒叶片。使用小苏打水后，能够避免植物烂根，让你的花盆里面挤满密密麻麻的大白根，比一般的生根水都好用。特别是遇到养护有问题的朋友，都可以试试小苏打水。此外，小苏打还能预防病虫害，如煤灰病、炭疽病等常见花卉疾病。香蕉皮。香蕉皮中含有植物所需要的钾、钙、镁、硫、铁、锌等10几种元素。这些元素对于多肉来说是个宝贝，补充这些元素后，不但会让多肉的根和叶都长得更加肥胖外，还能提高多肉植物抗高温和防冻害的能力。所以，平时吃完香蕉皮，可以剪碎装入塑料瓶里，加入适量水，扭上盖子，盖子不要扭太紧，水也不要装满，大概留下1/5的空间，免得发酵过程中瓶身过度膨胀，引发危险。然后放到阳光下曝晒，高温时晒1-2个月就可以了，其他季节发酵时间会长一点。为了降低发酵过程的危险，中途如果发现瓶身有点膨胀的话，随时拧开瓶盖，放出部分气体。发酵好的香蕉皮水肥，在生长季节时用1:100的比例兑水浇灌，这种发酵好的肥能调节土壤疏松透气，又促进多肉快速吸收生长，利于多肉长得肥壮，叶片圆润。补充说一下，香蕉皮冷冻一下后，更有利于香蕉皮的发酵。除了多肉植物以外，玫瑰花、菊花等使用香蕉皮肥之后，开花也会更多更艳丽。如果你觉得刚才介绍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关注花花的频道，避免错过精彩内容。除了小苏打、香蕉皮之外，厨房里面常用的红糖也是制作生根剂的良药。因为红糖中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、维生素和氨基酸，这些东西能在很大程度上为植物生长提供所需要的营养，促进根系的生长和壮大。而且，如果红糖与其他东西一起制作的话，还会提高其他物质的活性。关于红糖自制生根剂的方法主要有3种。红糖自制生根剂：1. 红糖加阿司匹林。以红糖为原料，加入阿司匹林，就可制得比较不错的植物生根剂。阿司匹林，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，又叫乙酰水杨酸片或苯甲酸，成本低廉。阿司匹林含有的水杨酸成分有提高植物的生长速度、增强植物免疫力的功效。有不少有经验的朋友在种植花卉进行扦插育苗的时候，就喜欢用阿司匹林溶解在水中，浸泡插条2至3个小时，就有提高成活率的作用。红糖与阿司匹林都有促进植物根系生长的作用。配置的方法：选择优质红糖10克，阿司匹林3片。阿司匹林需先碾碎，用少量酒化开，然后兑入1500至2000克清水溶解，并且不断的搅拌，这样生根剂就制作好了。浇水使用是1:5的比例兑水。扦插的时候，将准备好的苗木插条根部放入药液中，浸泡30分钟左右，这样的插条生根快，成活率高。2. 红糖加维生素 B。维生素 B 族片生根原理。维生素 B 族片是很多家庭常备的，
维生素 B 族群片中包括维生素 B1、B2、B3、B6 到 B12，都是水溶性维生素。其中维生素 B2 这种成分溶于水之后会分解出水杨酸，水杨酸具有抗菌作用，可以防止枝条的伤口腐烂，以及促进根系的发育。一般家庭常备的是维生素 B 族片，如果花友们能用纯维生素 B2 药片，效果会更好。制作方法：取1片维生素 B 片和30克红糖，将维生素 B 片用工具碾成粉末，粉末越细越好。然后取500至800毫升的清水，将药片粉末和红糖放入清水中，注意所用的清水不能是热水，否则会破坏药片的成分。生根水做好后，如果是扦插时使用，将插碎枝条浸泡在溶液中15至20分钟，让枝条吸收药液成分，随后再正常进行扦插。用此方法，枝条的生根率会大大提升。如果利用这种生根剂浇水的话，可以按照1:5的比例，将生根液中加入大量的清水，再次搅拌均匀，然后用这些溶液浇灌。3. 红糖加酵母。酵母俗称酵母菌，以一种真菌，在适宜的环境下能不断的生长，在土壤中通过有益微生物的作用，会不断的繁殖，能加速土壤中的有机质分解成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养分，改善土壤板结现象。用在肥料的发酵上就和发面一样，能让肥料快速的发酵腐熟。用酵母发酵的肥料和肥液，可以给植物提供更多的养分。红糖发酵液的制作方法：10克红糖加1克酵母加5 kg 水，然后把装有红糖溶液的塑料桶放置，温度28至30摄氏度为最好。记得每天搅动一次，有助于加快发酵速度。一般来说，发酵20至25天即可完成。具体来说，当红糖溶液表面出现一层白膜，即发酵完成。另外，酵母中的有益微生物会分解红糖，所以不用担心招虫问题。其他5种生根剂。除了红糖以外，生活中很多小东西都是生根剂的绿色原料，今天就介绍5种。1柳枝水，将柳枝剁碎，浸泡在清水中，过滤后即可使用。柳树水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自制生根水，可以促进植物的生长和根系发育。这种方法适用于许多植物，包括花卉、蔬菜和水果等。2花生水，将花生壳煮沸，取出水分，加入清水浸泡24小时即可使用。花生水富含植物激素，可以促进植物生长和根系发育。这种方法适用于大多数植物，特别是豆类植物和瓜果蔬菜。3木炭水，将木炭破碎，加入水中浸泡24小时，过滤后即可使用。木炭水可以调节土壤的酸碱度，促进植物的生长和根系发育。这种方法适用于大多数植物，特别是喜欢酸性土壤的植物。4椰子水，将椰子开口，倒出椰水，加入少量白糖和酵母，静置24小时后即可使用。椰子水中富含植物激素和营养物质，可以促进植物生长和根系发育。这种方法适用于许多植物，特别是热带植物。5芦荟水，将芦荟叶子剖开，挖出叶肉，切碎后加入水中浸泡24小时即可使用。芦荟水中含有多种生长素和微量元素，可以促进植物生长和根系发育。这种方法适用于多肉植物和其他需要快速生长的植物。上述5种生根剂制作时，水宁多不少，花花建议最少1500毫升以上。生根剂既然这么好用，那么生根剂的原理是什么呢？生根剂的原理，生根剂是一种用于促进植物生根的植物生长调节剂，它的主要作用是刺激植物茎段或插条的生根过程，使其更快的生根，并增加生根成功率。生根剂的原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。激素含量，生根剂中通常含有植物激素，尤其是生长素和生长素类似物。这些激素可以模拟植物内源激素的作用，刺激植物细胞的分裂和扩增，促进根系的形成和发展。抗氧化剂作用，生根剂中还含有抗氧化剂，如维生素 C 和多酚类物质。这些化合物可以减少氧化应激和细胞损伤，提高植物细胞的存活率，从而有助于根系的生长。促进细胞分裂和分化，生根剂中的成分可以促进细胞分裂和分化，特别是在茎段或插条的基部。
这些成分可以刺激细胞壁的合成和改变，促进新的根毛和侧根的形成，抑制细菌和真菌感染。一些生根剂具有抑制病原微生物感染的作用，保护切口或插条不受细菌和真菌的侵害，有利于根系的生长和发展。总的来说，生根剂通过提供适宜的激素和营养物质，促进植物细胞的分裂和分化，增加生根区域的细胞数量和根毛的发育，从而加速植物的生根过程。生根剂自制你学会了吗？觉得本期内容有所帮助，欢迎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感谢观看，不要忘记点赞、关注并收藏。我们下期再见。